这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叫做王佳慧，被男友的老婆从家里打了出来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她的男友是个有妇之夫的渣男，不仅到处拈花惹草，还搞大了她的肚子，不想负责。无计可施之下，只好投奔当民工的哥哥。可惜的是，此时哥哥也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不仅被老板拖欠工资，连落脚的地方也是靠工友才有了着落。不肯住工棚的佳慧一怒之下负气出走。闷热的天气到晚上，天空却像漏了一个大洞，大雨倾盆。在一处废旧的平房中，佳慧生产了。要不是有路过的好心人帮助，这个可爱的女婴可能从出生就会失去妈妈。没有办法，大人怎么样都能将就，但孩子不能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哥哥王家财找了一处废弃的旧楼，再捡一些别人不要的旧家具，这么一打扮，多少有了个家样。但生活并没有饶过这苦命的兄妹，大人苦点没关系，但孩子怎么办？长期的营养不良让襁褓中的女婴夜里哭个不停。佳慧还没有做好当一个母亲的准备，加上对孩子父亲的怨恨，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，居然要弃养她的亲生骨肉。好在暗恋佳慧的薛六发现及时，才有惊无险地找回孩子。薛六这个人对于爱情像一张白纸，他不会花言巧语，只知道认准一个人就会无条件地对他好。但这一切并没有感动佳慧，因为佳慧明白贫贱百事哀，两个穷人在一起，等待激情褪去，就会为生活的琐事一地鸡毛。况且他拥有一副摄人心魄的皮囊，他也不想贫穷庸碌地过一生。这次弃婴事件让他更加现实，卡里有钱，累了有家才是硬道理。他对着镜子精心打扮，擦上口红，让自己看起来更有精神，穿戴整齐，再出去做个头发。而孩子，算了，顾不了那么多，只能将这嗷嗷待哺的婴儿留在破旧的屋子中了。做好头发的佳慧美得不可方物，引得发廊老板连连称赞。他们这附近都是工地，除了民工就是民工。姑娘，在我们这儿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像你长这么漂亮的女孩。其实佳慧心里清楚薛六对她的心思，可友情饮水饱的日子她真是受够了。靠着在长春学的理发手艺，她向老板娘提出希望在这里打工的请求。这老板娘当然是乐得合不拢嘴，有了佳慧在，相信发廊的生意会蒸蒸日上。挨着工地开发廊，闪着暧昧的灯光，店里又都是浓妆艳抹的姑娘。其实不用说，大家也能明白，这发廊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。薛六的哥哥薛武一直都不同意弟弟和这个女人来往，虽然他也经常光顾红灯小屋，可他明白农家汉子讨婆娘必须得找个会过日子的。这佳慧明显不合格，薛武三番五次的阻止弟弟和佳慧见面，好话赖话都说尽了，可薛六就是一根筋，认准一个人一往情深。你是不是要去找那个大肚女人？什么？就人家都生了，我就可以看看。越是生了越不能去。薛武明白，看来不让薛六撞南墙，这小子是不准备回头了。薛武是工地发廊的常客，正好有个姘头在佳慧打工的发廊。这天，薛武带弟弟薛六来到发廊，老板娘见到薛六，一眼就认出这人肯定是个生瓜蛋子，连忙招呼薛六进屋。薛六这时还一头雾水，这理发的地方为啥一直把他往屋里推呢？没坐一会儿，屋里进来了一个女人，让他惊得说不出话来，从震惊慢慢变成紧张，最后化成愤怒。此时他心如刀绞，却出奇的冷静。现在他只想逃。溜子！整整1分钟，薛家兄弟佳慧没有说一句话，可几人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晚上，薛六拿着行李坐在发廊门口，他要回老家了，这次是来告别的。现在的处境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，薛六尽量用平静的口吻、轻松的语句告别，他不想让佳慧看出他败得如此狼狈。我得走了。哎，薛六，那个，你没事可以看孩子吧。佳慧不爱薛六，但看着薛六的背影，心里像缺了一个洞。另一边，薛武在工地上出事了。为了赶工期，民工们冒着雨夜加班，薛武在高架上
重重地摔了下来。在工地上出的事儿，本来应该算工伤，可建筑公司反咬一口，说这是施工队个人行为，公司不会负责。别吵了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拿钱救人，工友们自发捐款。这还是够了吧？可这钱还是不够。此时，民工和公司的矛盾升级到了顶点，对簿公堂，势在必行。好在他们的官司赢了，薛武的命保住了。可另一件坏事又来了。喂，派出所吗？我要举报。发廊被举报，佳慧锒铛入狱，在拘留所里，王家才来看望妹妹。到了今天这一步，说到底，罪魁祸首就是那个负心汉陈佑良。铁窗隔着兄妹，俩人都不敢直视对方眼睛，千言万语只能化为无语。王家才恨世道不公，恨自己软弱无能，亲人受难，自己却无计可施。拘留所的高墙下，王家才问薛六到底爱不爱佳慧，而薛六的答案是肯定的。那么这么长时间，我喜不喜欢他，你不知道。王家才望着天空，既然天道不轮回，那就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了结这件事了。几百公里，王家辉就靠一辆自行车回到长春。到陈友良的发廊门口时，他已经严重脱水，满头大汗，全凭信念站起身来，一步一步向陈友良走去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跟不跟我妹妹结婚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其实答案王家才心知肚明，这一问只是给彼此一个机会罢了。王家才从裤兜里拿出短刀，一刀两刀，坏人受到了应有的报应，而好人也因为用错了方法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陈友良没死，这并不是老天对他的眷顾，而是给王家才的机会。走出拘留所的佳慧见到了自己的孩子，此时他已经完全变了，不再爱慕虚荣，不再满眼戾气。出来后第一眼见到薛六，居然还有紧张的感觉。监狱里，佳慧来看哥哥了，这一次两人的角色正好相反，不变的仍是铁窗隔在兄妹俩之间。佳慧找了一家服装厂上班，她好，孩子也好。王家才静静地听着妹妹说着现在的生活，他相信这是真的，因为他又重新看到妹妹脸上挂着爽朗的微笑。这次探监的还有一个人，薛六。他没有忘记当日在高墙下对家财的承诺，他深爱着佳慧，深爱着孩子。家财没有说话，可满眼都是对未来的期待。有人身负罪恶却年少成名，有人在黑暗之中至死无声，有人在聚光灯下鲜花围绕，有人死于潦草却无人知晓。哎，薛六，王家才兄妹以及薛六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是胖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